嗨，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这款科特苏 P02全拉丝皮划艇。这是一艘全拉丝结构的皮划艇，它是长3.65米及12英尺，宽75公分，高是38公分。这个皮划艇有3个独立气室，每个都可以达到10 psi 的压力，所以能保证你如果说有某一个气室漏气，那2个气室还是保持完整，可以把你带回到安全的地方。P02采用船首和船尾都是这种硬质塑料结构，可以看到这是有非常尖锐的前端，可以保证有非常良好的切水效果。船首和船尾都有这种硬质的拉手，很结实，便于移动搬运。船首呢也有这个部分的蒙皮，还有这个像桨板一样的这个弹性绑绳，用于绑物体。船首还有个挡水的小条，然后中部呢，通过4个粘贴的拉环来安装一个简易的座椅。这座椅还是比较牢靠的，但是缺点就是，这是基本就是一个平面结构，就是你就是坐在船底上，这长时间滑确实是不舒服，因为没法垫高。当然了，因为后期有很多其实类似的这种配件，不管是谁生产的，你可以买一个充气拉丝的那种坐垫，就完全把这垫高，你就乘坐的舒服很多。但是我还是要提到一个，这个原来这个坐垫的优点，它可以轻松的这么放倒，然后你可以很舒适的躺在这船里边，不管是休息啊，还是滑行一会儿，还是很舒服的。所以这个有利有弊吧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这里呢有一个皮划艇都特有的脚踏，让你可以脚蹬在这上边，然后通过旋转身体来加持你旋转的力量，然后便于滑行。尾部这是3个充气的位置，然后在船的这个后部，可以看到这个后部，这是对称的，一边一个排水口。这个皮划艇也有一个小的尾鳍，可以装在底部，像桨板一样是通过插槽安装，还有一个插销。成套的船产品里边还有一支4段桨，这是一个2.2米长的桨，它可以通过前面的角度旋转，可以你调成一个这是平桨，你也可以通过两边的旋转，从45度到90度，可以调成那种非对称桨。你如果是需要在大风天顶风滑行的时候，调成那个非对称桨，使你减少阻力。它左撇子右撇子都可以滑，都可以用。科特苏 P02产自浙江台州，实际上这艘船我认为是仿制自 Sea Eagle 393，那是一个充气拉丝皮划艇的，算是最早和最成功的产品。对比一下这2种船 ，Sea Eagle 393的长度是比它更长一些，3.71米，12尺10英寸，宽度是71，比它要窄大概4公分，高度不详。对了，忘了说了重量了。这个科特苏 P02重量是15公斤，如果你单人背负的话，还是颇有些分量的。你走一段路会觉得还是挺吃力的。那么，Sea Eagle 393和科特苏 P02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前部的脚踏。Sea Eagle 393是设置了2个立在中部的硬质的脚踏，它可以使你的前脚掌完全踏在脚踏上面，使你更便于旋转身体去滑行。而这个科特苏 P02也许是通过成本的考量，还是其他设计，是不是专利这个侵犯太多了？它用的简易的设在下部的，通过一根绳子连接的，这是它最重大的区别。其他的2者来说都一样。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种船的特点，我建议你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了解 Sea Eagle 393，能更好的来对比这条船。再谈一谈我这条船的这个工艺水平。这个船我买了以后呢，我从这个正面来看，我觉得这个左右船身是有点不对称的。也许这个视角拍不出来，但是我自己在家仔细看，我真是觉得有点不对称，有点扭。第二呢，这个船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脚踏设置，从这里能看出来，它这个2个这个拉环安装的，这个是真的是不对称。如果一只脚踏在左边，一只脚踏在右边，你可以看到这前后距离，前后是反正一只脚踏在前，一只脚踏在后，这个真的在
滑行的过程中，给我带来了就真的是明确的不太舒服的体验。如果这粘的能更对称一点就更好了。然后还有这个尾鳍，我买来的时候啊，这尾鳍我装不进去，就不是说装不进去，是装进去之后这插销插不上。然后我跟厂家沟通，他给我新发了一个更小尺寸的，因为我量了一个这宽度，他给我发了一个更小的，回来还是按不进去。结果我用拿自己家里的锉刀锉了半天，把这锉小了才装进去的。这工艺水平呢，确实不是特别理想。可能这就是乡镇企业的通病吧。下面说说我的使用感受。这船整个的操控性是真的不错，长宽比啊设置都很理想。然后因为得益于船身的这个很好的切水结构，它循迹性非常好，就是速度也是非常不错的。OK。然后这个船的强度呢，因为也是全拉丝结构，一般的磕碰确实都不怕。但是如果你在海洋里滑行的话，这礁石肯定是要避免的。然后如果你要碰到那个特别是那牡蛎壳，那是绝对是很轻易的给你就是留下这个划痕，甚至是划破你。那么这个尾鳍呢也是比较脆弱的地方，如果说你划完了要搬动它，我觉得建议你先把这个摘下来，因为这个是比较脆弱的地方。这船的速度呢，我是比较满意的。我在海面上逆着3级风的情况下，我滑了大概4公里，直线距离4公里，实际滑行肯定要超过4公里。我用时大概1小时。我看过一些评测，对于这个 Seaeagle 393的一个评测，认为这 Seaeagle 393呢，几乎只比这个常规的这个长体的硬质海洋舟只慢一点儿，慢10%可能都不到。也就是说，在静水的情况下，Seaeagle 393能够达到7到8公里的时速。我可以对比一下，它也许也差不多，这速度是相当我满意的。下面说说这船的一个还是重大问题。还是说这个脚踏，我现在说的不是说它制造工艺不对称的问题，而是说它对于这个协助固定身体发力的一个缺点。它这个脚踏设计非常低，这拉环位置非常低，你只有脚后跟能抵住这里，实际上是发力是不舒服的，这很不舒服。而它的这个原型是那个 Seaeagle 393，它的脚踏是设置在中部。是2个硬质脚踏可以翻出来的，是这样的。全脚掌去接触是非常能舒服能发上力的，这个需要改进。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粘俩，在上面粘2个，然后怎么弄我想不好。反正这个我认为这是这个船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如果说你在海上滑行，它是船舱是开放的，不可避免要进水，这水呢就会从这些它这个边缘储存进去。你在滑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是要稍微有点这个左右轻晃的。然后这个水呢，如果储存多了，它会随着这个船身的倾斜，也是左右摇晃，就加重你这个船身的这摇摆，对安全性啊是有一些影响的。所以可能你自己如果是长途在海上滑行的话，带一个抽水泵比较好。另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结构啊，你可能也不太好抽，这个我想不好怎么办。抽水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最后总结一下这条船，科特苏 P02 呢，速度好，操控性佳，船舱也大。除了这个脚踏这个缺点之外，还有工艺呢水平欠缺以外，我觉得找不出其他的更大的问题。那么说到一个最关键的，还是一个价格问题，还是要对比这个 Seaeagle 393。Seaeagle 393像这么一个标准的一个套装，在它官网上是999美元。这个船在中国的这个网络购物平台上买，不到它的1/3价格。如果说你考虑性价比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优选。那么祝你在水上玩得开心。